在是自己在家吗？家里有没有别人啊？没有别人，就我自己啊。行，那您待着别动啊，我现在立马打车过来你家找你来。哎，你不要来我家，我家里现在乱的都插不了脚了。您放心吧，我经常去当事人家，什么样的家我都见过，多乱都行。您要是不嫌弃，我还能帮您收拾呢。你说，小秦律师你怎么这样呢？啊，你是我的律师，我是你的当事人，你是为我服务的，我想起诉我就起诉，那我想撤诉我就撤诉，你说你怎么这么多话呀？你这，那行，那你要是不愿意，我自己去跟法官说，总可以了吧？怎么还挂了？舒婷，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讨论一下我当事人柳明熙的这个案子。他要撤诉，是不是当事人自己达成和解了？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觉得不太像，柳阿姨听起来不像是自愿撤诉的。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是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，看能不能撤诉申请我晚一点提交给您。行，但您看您能不能亲自出面去劝劝他。作为律师，我去劝他，他确实不太听。你还没有和你的当事人建立信任关系吗？你说的话他不听，我作为一个法官，我跟他就能聊一会儿，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吧？是，但是他跟我说，因为我和他没有签合同，没有达成合作关系，他认为我不能干预他的意志。但这话也不知道谁教他的，我觉得柳阿姨她说不出这种话。对，所以我就想找您来帮忙，从您这一边劝一劝他。这样吧，在你的撤诉申请交上来之前，我安排一次外调。当事人如果自己能达成和解关系是最好的。如果柳阿姨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我们也不能让她委屈着过去。对，那谢谢舒婷，您这话在这儿我就放心了。静姐，准备开会了，走啊。于法官，你还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我没事了啊，那你们忙。看什么呢？这是？你看，我让鉴定科鉴定过了，老爷子说的是让我死吧，别折腾我了。你打算把这个就这么交给那仨活宝啊？他们能接受吗？他们家属才不在乎老爷子怎么死的呢，他们就在乎能不能跟对方讹钱。谢之啊谢之，你头上的角应该是用来辨是非曲直，是善恶中间的。现在头秃了吧？你自诩正义，黑白分明，不让他们在矛盾里纠缠。可是当事人背后的冤枉，我是不是没有真的体会呢？家事庭、家事、孝和顺，我又理解多少呢？请审判员入庭。请坐。现在开庭。保持良好的心态，少生气，情绪平和，这对于乳腺健康这是至关重要的。不过，对于我们法官这个工种来说，是完全不适用的。为什么？多运动，减少体内过多的脂肪，
防止因肥胖增加乳腺增生，这一点你们大家都做得很好。我进法院大门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有看到哪一位女法官的制服是撑起来的。你也没撑起来呀。减少体内雌激素，控制雌激素的摄入。已婚妇女要保持和谐的性生活。咱们法院女法官的婚姻状况、感情生活我不了解，反正我知道我儿子大学毕业分配到法院工作，至今都是单身狗一条。谢主任，你儿子是谁？我准备考虑嫁给他了。儿子给你，婆婆留给我。婆婆，我选你，你选我吗？婆婆就好了，婆婆就好了。咱们家事庭的男法官还是少哈，不过在压力面前，乳腺不分男女，男法官还是要加以重视啊。嗨，大家好，小秦律师今天在清晨法院的门口，给大家一个严肃的提醒啊，警惕探视洗衣陷阱，警惕探视洗衣陷阱。多年夫妻一朝反目，步步为营，精心算计，只是因为签署了一份文件，因为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疏忽就，哎，不好意思啊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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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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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前妻结婚的时候在王府大酒店订了50桌啊！你听谁说的？你承不承认吧？大驼那个小子，是不是他告诉你的？他就不想我好。人要注意用词啊！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心中的 No.1， 你但凡做到像对你前妻那样子对我，我们至于走到现在这样吗？姓吴的，你要这么跟我算是吧？你非得跟我前妻比是吧？好，我跟你算算，他照片你见过吧？你自己心里难道一点数都没有吗？人有的可不只是外貌好，勤奋又自律。你呢？每天睡到中午才起还算吗？人家有孝心，情商还高，从来不会惹我妈着急上火。你怎么对我妈的？你嫁到我们家，你就偷着乐吧！你混蛋！你废除了我，谁还要你？肃静！请进。哎，书记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明镜那边的鉴定报告送过来了。怎么样？脏器淤血肿胀，心肺浆膜出血多，子干现象明显，死于现场缺氧。你看看。另外呢，痕迹鉴定那边在氧气管上提取了2枚指纹，从这个指纹的走向和力度来看，可以确定是老人自己拔的管子，也就是说，老人是自杀。不过呢，现在虽说有了司法证据能够证明沈燮志的清白，但是家属的情绪还是要安抚呀，他们恐怕很难接受老人是自杀的这个结论。这是舒婷，于法官，我这有证据。这就是老人当时拔管的视频。
哎，姑娘，麻烦问你个事儿，你们这儿有个年轻的男法官，叫沈谢志，他今天没有开庭啊？那他办公室在哪儿啊？您是？哦，我是乳腺讲座的医生，想跟沈法官咨询一些法律问题。您是谢主任吧？啊，是。其实你有问题可以问我们其他法官，沈法官他在休假。他在休假。哦，行。那谢主任还有什么其他问题？没有了，没有，谢谢。上班呢，没事挂了啊。我就在青城区法院家事庭呢，你在哪儿上班呢？你要跟我爸离婚啊？说你的事儿。我在外调，没在院里。沈谢志，我告诉过你，你妈是当医生的，最烦的就是病人隐瞒病情。我现在去你家。我没在家，你别来找我。行，你不在家是吧？我就当田螺妈妈去帮你收拾屋子去。我真没在家，没骗你。我就是开庭的时候出了点事儿，家属有点情绪，正在院里闹呢。院里让我先暂时回避回避。出多大的事儿啊？家属多大情绪啊？啊？这个涉及案情，不方便透露，你也别问了。你爸别的本事你没学会，糊弄我的本事你倒是学得快。妈，那你总得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你们这一天天的，爹也保密，儿子也保密，爷爷也保密，我这是打入保密局了吗？无论如何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准数。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我心里也没数。挂了。沈谢志，儿子，你。阿姨，您是沈谢志法官的妈妈吗？您是？看出来没？咱们庭的问题啊，可严重了。要不能请到像这种王者级别的专家来讲座吗？可不，哎，我告诉你，我刚才百度了一下，像谢主任这种级别的，特序号300块，根本就排不到。是吗？哎，谢主任呢？应庭走了，刚走。哎呦，还是没赶上。行，没事啊。哦，沈法官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他是被冤枉的。方便跟我仔细说说吗？特别具体的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主要是舒婷在解决。他之前对这件事情特别上心，想了不少办法。那我回头得好好谢谢舒婷。这种事情呢，确实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是也不能纵容。我们还是相信沈法官吧。是。这我就放心了。我这孩子报喜不报忧，在讲座上我怎么没看见你啊？你是家事庭的法官吗？不是，法官那么难考，我考不上的。那你是书记员？方便加你个微信吗？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觉得我们挺投缘的。行，那我加您吧。哎，好，来。那我扫您。好，来，这个。情况呢，我们了解了，以后呢，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。好，今后我们厅里呢，也尽量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。之后呢，我们也会做出相应的安排。那我等会儿通知他一下。小沈也归队了，咱们家事庭啊，难得聚这么齐。您是裴元家的衣服呀？您大概选个什么价位的？我帮您推荐下。他喜欢什么颜色？他是什么职业的呀？他是个律师。律师啊，真厉害！那您看一下这些衣服怎么样？都是职业精英范儿，英姿飒爽。他穿什么码的呀？他穿……您告诉我身高体重就行。
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我先接个电话。好的。喂，舒婷。你的假期结束了，明天回来上班。谢谢舒婷替我争取。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我还是别给院里找麻烦了。这你还真谢不着我。鉴定那边已经把证据找出来了。秦律师录下了老人想轻生的视频，已经送过来了。秦律师吗？对，他录公众号无意中录下来了，效果也很清晰。回头啊，你得好好谢谢人家。好。我们刚跟调查组开完会，明天你可以回来了。这么快？那家属不是提出赔偿了吗？家属那边一直是这个诉求，只要在你的地盘发生的事儿，就需要你承担责任。但我们这是法院，得讲法。我们要是真的同意赔偿，那就是纵容这种谁闹谁有理的办法。赔偿的事儿你就不用出面了，我跟何婷去解决就行了。好，谢谢师傅。你整理一下情绪，明天回来上班。好。沈法官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他大概有这么高，瘦瘦的，长得比较白，是瓜子脸，是属于可爱的那种类型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这件事情让师傅担心了啊。谢芝的事情，法院已经出公示了。行，我一定转达师傅的问候。再见。少喝咖啡，多喝茶。没事，知道了。还有事吗？关于儿子，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没有啊。儿子在法院出了事儿，你不知道啊？好吧，我跟你说吧。儿子有个案子遇到了些麻烦，被当事人投诉了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？那你别问，我来找你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问你。哎呀，你看我正忙着讲座的事儿呢，这样半个小时我就忙完了，好吧？儿子在法院出了事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不是有意要隐瞒你的，我是这么觉得的啊。谢芝的法院里边，他工作上出了问题的话，我跟你讲也没用啊，你也帮不上忙呀，是吧？你还要干着急，干着急不说了，万一你忙中出错，添乱，这拖了后腿了，那这件事不就糟了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结婚这么久了，儿子都这么大了，我什么样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我是那种干着急、忙中出错的人。行，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你错哪儿了？那以后有什么事儿，我都先跟你说，好吧？而且必须是第一时间要告诉我。行。哎呀，你跟儿子又不亲，你又不会安慰人，你告诉我，我要是觉得可以跟他聊一聊，那他至少情绪上可以好一点啊。都说完了吧？哎呀，那这样，你呀先去忙你的吧，我啊马上就要开始工作，我要忙我好一大堆事儿呢。沈教授，你该好好的反省反省你自己。行啊，你说，我洗耳恭听。儿子为什么老是抵触你啊？他现在已经当法官了，也成熟了，也能承担责任，该管的管，不该管的也管。那是儿子不理解我这当父亲的心。你是眼看着儿子长大的，怎么对他这么一点信心都没有？我说呀，你在家里就要改掉你那个做教授的习气。你好好反省反省。行，我接受啊。真烦人。哎，那你就让我一个人反思啊。等儿子下次回家，我让他再反思。啊，好好反思。
法官不喝律师的水。以后任何时间、任何场合，请你与我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。这就是2米，请以后审法官经过我们律师所绕道而行。你要是过了我们这儿，踩上了1毫米、1厘米都不行。沈燮志。我是沈燮志，非常感谢你帮我澄清事实。那天晚上弄脏了你的套装，非常抱歉。我给你买了套新的，现在不方便进去，你可以出来拿一下吗？不方便进去。请通过吧，后视镜的损失我们一笔勾销，我把之前的钱退给你。不好意思，沈法官，我在外面跟客户谈事，刚看到你的消息，我帮你完全是出于道义，不求回报，绝对没有别的意思。沈法官，您的诚意我心领了，但事儿一码归一码，后视镜的钱我一定要还给您的。至于衣服，我那件又旧又便宜，不用您赔，您去把新衣服退了吧。实在不行，您就出个干洗费，意思意思。干洗费我收了，算是占了您的便宜，别的我就不要了。我还有工作要忙，先不回复您了。谢谢你，秦律师，再次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配合和支持，万分感谢。哎呦，你怎么还没睡觉呢？回来啦。不是医生说不让你熬夜，你这事儿那么不听话呢？哎，慢点慢点，当心烫。什么汤啊？你这见到谢主任啦？没有，今天有个庭耽搁了，晚了一步。没事，咱多花点钱，挂他的特需号。他的特需也不好抢，上回放号1秒就没了。那咱换一个。好吗？干嘛非找他呢？天海那么大，专家有的是啊。哎，上回那个病友刘姐介绍的那个专家叫什么来着？忘了，好像是姓白。对，姓白。
这个人我查过，非常权威，口碑和谢主任不相上下。咱们两边都约上，抢了谁的号，咱就上谁那儿看。这事儿包我身上了，你放心吧，你不用操心这事儿了。收到了吗？哇，给我转钱了，可以呀！奖励你跟姐睡1个晚上，来吧。跟你睡1晚上这么便宜啊？那我可来了，请进。哎，从哪来的钱啊？沈先生给我转的干洗费呗。其实他本来给我转的更多，是我没有现收。哎呀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咱们那个薛女士啊，不识货，她的钱咱不稀罕收。但想想还是挺心疼的，那么多钱，唉，都怪我。想到这个事儿，我还是心脏疼啊！哎呦，别心脏疼，别心脏疼，来，消消气儿。我睡了。哎，这是一大晚上的加我微信啊！谁啊？哪个帅哥？还真是个男的，给我打语音了。哎，喂，你好，我是金眼律师所的律师秦瑞，请问您什么事儿？你还记得我吗？卫生间，衣服掉快。我跟您说过了，您这个案子呢，我不接，您也早点休息好吧，就不打扰了。我觉得你不会拒绝的，我把文件发你手机上，你看看吧，啊。不是，这不会是电信诈骗吧？这资料自己准备的清清楚楚的，还需要我开庭干嘛呀？还给我转了2000块钱。谁？今天碰到的一个人。说啊，万一是骗子，把我骗到园区去啊？那算了吧，睡吧啊！睡觉了，快点儿。有道理啊，钱不挣，真是脑子有问题。下午呢，我跟何婷去和家属见面，你就不用出席了。下午躲着点会议厅啊，免得让他们看见你。明白。我下午没有停，待在办公室不出来就是了。成熟多了，我还以为你会说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其实这几天在家，我一直在反思这件事情，我并不是一点责任也没有。怎么说？我之前一直认为，法官就是运用高于常人的法学知识和洞察世界的能力，来解决老百姓的纠纷，维持法治秩序。即使在家事庭，我也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，从不和稀泥。但是姚老先生不需要有人给他惩恶扬善，不需要有人给他明辨是非，他需要的是亲情。后来我一直在想，哪怕让他们表演一出虚情假意的相亲相爱一家人，姚老先生至少也会多一些求生的欲望。即使不能让他们改邪归正，去孝顺他，对他好，也不该。如果当时在调解的时候，我能多听一听他们每个人在说什么，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姚老先生走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绝望，或许也不会这么早的离开这个世界。你能这么想，真是不枉费何婷在调查组还有家属面前替你说破了喉咙。他很认可你的能力的，不是你的断案能力，而是你的成长能力。你看，何婷还真是厉害吧？请进。舒婷，沈法官。舒婷，你下午外调的时间要不要往后延一点？我怕跟姚老先生的家属沟通会没那么顺利。这个是有点悬。什么外调？
要不我去吧？也行。刘阿姨，谢谢。这是你们年轻的时候的画像吧？啊，这个啊，哎，姑娘你坐呀。哎，这个画像啊，是我们俩结婚30周年的时候，他找人画的。你说说你，说好了，结婚40周年的时候再画一幅，说话不算话。刘阿姨，其实我2次3番想找您沟通，不是因为我想挣您这钱，我就是觉得咽不下这口气。您看，您之前也跟我说了，您和您丈夫之间的故事，和孩子的关系，我都觉得您之前对他们那么好，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呢？您确定要撤诉吗？秦律师，你就不要再劝我了。我现在都觉着很对不起我们家先生了。我们家先生一辈子清清白白、斯斯文文的，最看重的就是个脸面。你再看看我，都给他闹到法院去了。这个事儿，我去吧。怎么是你？哦，我以为是舒庆法官。哦，舒婷在开会。谁呀？哎，你们找谁呀？阿姨您好。啊，你好。我们是清城区人民法院的，我叫沈谢之。阿姨好，我是胡爱希。哦，你好。这个案子不是都调解完了吗？为什么要进合议庭啊？哎呦，这个案子是有点特殊，因为里面包含的热点问题太多了，而且在网上太多人关注了，这案子在网上火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如果单纯从调解这个家庭矛盾上来说，我给调解一下，让父子和解，这个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事儿，对吧？但是现在牵扯到这个引导这个舆论导向上来说，这个如果要能多几个人一起商量，肯定能让这个案子变得更周全。因为这个案子毕竟现在太受关注了，舆论导向这方面咱可不能小觑，对吧？而且之后还得跟这些媒体记者打交道，这个我是绝对不擅长的。这方面舒静倒是合适。对，舒婷擅长。可他现在手上的案子也堆积如山啊。回头我问问他吧。行，行，我问问他看什么情况。见。嘿，这何婷正夸您呢。哎，不叫应婷也在呢。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正念叨你呢。大年手里啊有一个赡养的案子，现在舆论比较关注，而且双方的争议点呢也比较特殊。是父亲跟自己小儿子要钱看病，还逼着捐肾那个吗？你看，你站儿子这边。我不了解案情，我只是听说了一点。哎，找我有事？哦，这个刚分给我的离婚案，原告是我小学同学，我申请回避。小学同学啊？那就，大年你就我替你安排，你来吧，那就这么定。书记，你这个离婚案呢交给大年，然后呢你带着谢志和大年一起呢组成合议庭，一起研究一下冯胜利这个案子。行，好吧。我们不是已经撤诉了吗？哦，阿姨，撤诉的申请我已经拟好了，明天我就给他们。阿姨，舒婷本来今天是要亲自来拜访你的，但是她今天有个特别重要的会议来不了，所以就委托我们2个先过来了解一下情况。阿姨，是这样的，下次调解的时间呢已经确定了，而且呢你也请了专业的律师，应该也比较清楚您个人的权利和这个案件可能的结果。您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撤诉了呢？是出于自愿的吗？还是说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？对，阿姨，您看今天法官都来了，您有什么委屈您尽管说，不会有人敢威胁您做您不想做的事情。谢谢啊，谢谢你们为我的事儿费心了。之前呢，我去找秦律师，真是因为孩子找不到了。但是现在
现在我必须要撤诉，否则我就见不上我老伴儿了。您先生不是已经……是，我先生是已经去世了，但是在生前，我们俩曾经约定，生同寝，死同穴。他说，他的年纪比我大，身体呢没有我好，肯定走的会比我早。他说，他希望等他过世以后，我能再跟他多生活一段时间，四处走走，到处看看，然后选一个我喜欢的地方。等我也走了以后，就让孩子们把我们俩一同葬在一起。今天过几天他们又安排我先生下葬了。前2天呢，我给孩子们打过电话，我问过他们葬礼以后的事宜，可是他们却跟我说，我休想带走他的骨灰。我知道我让他们伤心了，我不该去找你们，我不该去法院的。阿姨，所以他们给您的要求是用撤诉来换取您带着您先生的骨灰离开。不是这样的，他们说我私藏了我先生的遗产，除非我交出那个小金库和那个什么传家宝，否则他们不会给我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自打跟他结婚那天起，我没有管过一天的家，我没管过一天的钱，都是我先生在管钱。他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我除了做做饭就是养养花。你说我上哪儿去找什么小金库，什么传家宝啊？其实现在想想，他们养不养我倒也无所谓。阿姨，你也别太激动，咱们有话慢慢说啊。阿姨，这都是您先生的东西吧？尤其是这个香囊，好香呀！我坐在这儿都能闻见。这个香囊是我们30年周年纪念日那天去杭州，他怕我晕车，特地买的，是挺香的。阿姨，这个盒子也好漂亮，这是也是您先生。阿姨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，这是这2个孩子的乳牙。我刚嫁到他们家的时候啊，正是孩子们换乳牙的年纪。我先生呢，一个大男人，他心粗，之前掉的那些啊，都没有来得及收起来。最后掉这几颗牙的时候啊，正巧我就赶上了，我就收到了这个盒子里。一转眼30年了，麻烦你们了。太气人了！柳阿姨的孩子怎么能这样呢？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逼迫老人家。审法官，现在法院还有什么其他打算吗？我们回去会向舒婷如是汇报的。但你也知道，柳阿姨撤诉，虽然是被继子胁迫，并非发自本心，但继子们的行为也并没有超过法律允许的范畴。我知道。这种情况啊，除非你能说服柳阿姨放弃撤诉的想法，否则我们这边能做的非常少。这应该不可能。柳阿姨把那骨灰盒看得比命还重。没关系，你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，之后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。
那我先走一步。沈法官，你说陶老先生会不会真的是个隐形富豪，真的收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宝贝？你看柳阿姨家还是有很多文玩的，虽然我不是很懂，但万一柳阿姨跟我一样有眼不识金镶玉，我这么说好像不是很礼貌，哎，你懂我意思。这个我觉得不大可能，这不过是继子们不想赡养老人找的借口罢了。柳阿姨手上如果真的有他们说的传家宝、小金库，柳阿姨又无儿无女，有多少东西最后都应该是他们的。你我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，生活的转化铸成了天。你过得好吗？为何而挣扎？总有些问题种如山，要怎么把人间烟火风谱，让恨释怀爱能如初，开垦生活的荒芜，同行一路多盼望。让我做破晓的风，吹散所有苦痛，让我做单身的舟，公道自在。人心之中多少呼喊，挣扎着迷茫着等待回声点燃灯火，回应诉说你应该幸福，这掷地有声。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，生活的转化铸成了天。你过得好吗？为何而挣扎？总有些问题种如山。